来，小雅，19岁生日快乐！哥今天下班特意去码头买的杂鱼，新鲜着呢。小军，拿筷子吃饭。哥，又是这一锅炖。我同学过生日都去吃西餐厅，一屋子机油味儿，难闻死了。这鱼营养好。哥今天在车间为了赶工准时出来，手都被汉花烫了2个水泡，快尝尝。小雅上大学讲面子，也就你，年年守着这几条破鱼当宝贝。哼。海峰，怎么说话呢？你在外面倒腾那些南方服装，投机取巧，迟早出事儿。老老实实跟我进厂当工人，最踏实。投机倒法，哥大清早亡了，我清清白白靠脑子赚钱，怎么就低人一等了？小雅考上了大学，吃过几次好的，穿过什么好看的衣服，你管过吗？小军天天穿着破球鞋被同学笑话，你管过吗500，二哥，你一下午挣了大哥快2个月的工资，拿回去！只要我秦国柱还是这个家的长兄，你们就得老老实实靠双手吃饭。哼。你那机械厂都快发不出工资了，老实人在这个年头，就活该一辈子吃酸菜，一辈子受委屈。小雅、小军，拿上钱，二哥带你们出去吃肉。别回头看他了，让他自己过生日去吧。国柱，不好了！厂里连夜出了文件，改制分3，第1批下岗名单里有你。而且，你二弟海峰摆摊的那个夜市被连夜突击取消了，他为了护着货跟管理员起了冲突，现在全被扣了，要罚1000块钱，两边都炸了，你快去吧。真是稀客啊！秦国柱，你在这儿站着给谁看？我爸说了，下岗名单是厂委会定的，谁也改不了。你走吧。傲雪，我不求下岗的事儿，我认命。我求你，能不能借我1000块钱？海峰被扣了，拿不出罚款，货全没了，还要被拘留。他摆摊的本钱是不是借来的？要是货没了，债主能逼死他。哼，借钱？当年你为了你的弟弟妹妹退我婚的时候，不是挺硬气的吗？你现在知道疼了。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恨，冲我来，求你救救海峰。行，把这张下岗自愿放弃补偿的字据签了。我爸正愁没办法安抚那些闹事的下岗工，你签了起个带头作用，我私人借给你。愣着干什么？快签啊！秦国柱，你真有种！为了他们，你连骨头都不要了，拿着你的钱滚！谁让你来装好人的？钱哪儿来的？我不用你可怜我。谁让你来装好人的？钱哪儿来的？我不用你可怜我。把货推上，回家。秦国柱，你少给我摆谱！
你知不知道工商那边今晚为什么能把我卡得这么死？罚款直接顶到最高格的1000块。因为前几天三妹秦小雅为了跟她市里的大学同学攀比，带人去我摊位上显摆。她为了要面子，当着很多商贩的面吹嘘我倒腾这衣服一天能群挣好几百，结果就被那些眼红的人举报了。怎么会是小雅？小雅一向很乖，怎么会呢？回家吧。二哥，你货不是都保住倒腾回来了吗？你还有钱吗？我同学明天还等我请客呢。请客，秦小雅，今晚要不是大哥在沈厂长面前丢了人，下跪借来1000块，你二哥我就得去坐牢。这1000块把我大半年的血汗钱全罚空了，就因为你在同学面前吹嘘我一天挣几百块，被人举报了。我就是怕同学瞧不起我，我想让别人高看咱们一眼，这也有错吗？你再看看这个。自愿放弃补偿字据，哥，你下岗了。对，你大哥下岗了。我16岁进厂，天天在车间里挨烫，为了供你上学。你二哥笑话我窝囊，你嫌弃我满身机油味儿，就为你那点破面子一句炫耀，逼得你大哥去下跪去要饭。你们是在喝我的血啊！对不起。海峰，今晚在工商局动静闹得挺大呀，1000块罚款说交就交了？九哥，不是说好下个月再玩本复习吗？你怎么现在就来了？下个月，你亲妹妹在学校都吹遍了，说你们秦家日进斗金，有钱交罚款，没钱还老子的利息。少废话，连本带利2000块，今天不拿出来，老子把你这车货砸了，再卸你一条腿。想要老子的腿，老子今天先拉你垫背。小崽子嘴还挺硬，哥几个，给我废了他！钱我们认，3天，2000块钱我给你送过去。今天谁也别想在秦家见血。哼，你算哪根葱？一个下岗的臭炕工，你拿什么狂？给我一起砸！我操你们大爷！敢动我哥，老子咬死你！秦海峰，你给我闭嘴！老老实实给我退后！秦国柱，你凭什么打我？他们都打上门了，你还在这装什么窝囊长辈？老子自己闯的祸，老子自己拿命去顶！你拿命顶？你拿什么顶？咱爸咱妈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们，只要我秦国柱还有一口气，你们几个就得全乎的活着。你要是断了腿，
我死了怎么去见咱爹妈？秦国柱、秦海峰，你们兄弟俩有种。行，3天，3天内把2000块送过来，不然老子天天来砸门。走。2000块，去哪儿弄2000块？海峰，明天把衣服洗干净，用熨斗烫平。你那个下海的买卖，带上我。你不是最看不起下海摆摊的吗？你不是说那是投机倒嘎吗？老子要是不下海，拿什么保你一条腿？从明天起，大哥陪你一起去省城，扎这个商海的猛子。哥，买煤油和洗涤液花光了最后的30块，九哥给的期限就剩2天了，2000块要是凑不齐，咱俩回去就得残。可这地方根本没人来啊！没人来，就想办法让人过来，把车上的衣服全抖开，挂起来。哥，款式太老了，现在市面上都流行带垫肩的新潮夹克，咱们这批衣服洗的都有点发白了，谁要啊？发白怕什么？发白说明它耐洗。海峰，拿大喇叭，按我说的喊。怎么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纯棉国营大厂劳模服，造船厂1号电焊工亲自日检，开线调纽扣，当场来摊子退货退款。小伙子，这衣服款式旧了点，看着像工作服啊，还发白。大爷，您这就是不识货了，这不叫发白，这叫南方最流行的磨砂复古款。您看看这走线，我哥是造船顶级焊工，挑衣服跟焊钢板一样严丝合缝，30块钱一件，穿去干重活3年都磨不破一个洞。乡亲们，下岗职工不糊弄人，不结实不要钱，给我来一件。哎，我也拿一件。35找5块，好嘞，您的。哥，200多件衣服全卖光了，加上以前藏的几十块，2000块救命钱够了，九哥的债能清了。把2000块给九哥送过去。老二，明早跟我再去一趟省城。哥，债都清了，还去干嘛？2000块是清了，但咱家下个月吃什么？老二，你之前在饭桌上说的对，大清亡了，守着体制死工资就是等死。省城第一百货旁边有个倒闭服厂库房，压着1万件南方退货的牛仔裤，批发商在低价清仓。明天把咱这间平房抵押给信用社，把这批牛仔裤全吞下来。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平房是咱爹妈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我知道，但爹妈留下的是咱们4个活人，活人得往前活。老二，你信不信咱哥？正宗港商退单，全棉重水洗，外面商场卖80，今天在清算现场一律25，25块一件。这能是真的吗？25块，这么便宜，别是黑心棉或者残次品吧？乡亲们，我是造船厂下岗的8级焊工秦国柱，我用我的劳模尊严，用我的这条命担保，这批货是省城大厂供给外贸的头等品。大家瞧瞧，开线了吗？拉链是黄铜的，布料是加厚的劳动布。今天你们买回去，3个月内只要有1处开线，拉链卡壳，你们随时上红星大平房找我秦国志，我不仅退钱，我当众给大伙赔礼道歉。冲着老毛板这张脸，给我来3条，给我来2条。哥，咱们赢了，整5万块的纯利，不仅平房的债全还清了，咱们还成了万元户，大万元户。哥，我们有钱了，我再也不用跟人攀比了。
海峰，这点钱才是开始。既然老天爷不让我们在厂里死守，那咱们兄弟俩就用这5万块当底子，争取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爸妈也会为我们高兴的。林老板，开个底价。靓仔，这是最时髦的高档真丝，80块一件，1分不让。你们北方大染厂少，拿回去随便卖120。林老板，80。你要是卖给两广和海南，80值。但你要是卖给我们北方人，这衣服过水就缩水1寸半。北方女人骨架大，买回去穿一次就得勒断配骨，这买卖是砸我们的招牌。大叔，真丝哪有不缩水的？你别在这找茬。真丝是缩水，但衣服看怎么剪。你这批货为了省料子，用的是顺水直裁，不是衡水斜裁。最要命的是，你这批衣服是3个月前在桑蚕产地雨水最足的时候赶工出来的，布料受潮重。我看过气象预报，再过半个月，北方开始刮干燥的秋老虎大风。这批受潮的衣服一运到北方，在干燥箱子里一闷，直接就会起毛球抽丝。林老板，你在南方做买卖，难道不看两省的气候差异？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连南方的蚕丝湿度都懂？我16岁进厂，厂里的图书室里啥书我都会没事看看。林老板，今年南方雨水非常的旺，你仓库里这几万件真丝裙要是再不出手，都不用等运到哪儿，在你的仓库里就会发霉变湿。你不是不想卖，相反，你是急着出手，对不对？林老板，我哥天天在家里看新闻和气象，你那点小九角瞒不过他。一句话，出厂成本最多28，我给你40，但是你要给我们这批货做独家防潮包装，储湿包装一定得做好。你要是行，我先拿5万块钱的货，卖得好，我直接把你这剩下的全包了。咱们以后可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不行，咱们走。奶奶的，遇到神人了，40就40，成交，签合同，把防潮包装的样品拿过来。哥，你连南方下大雨了都能算到买卖里，40拿货，回省城咱们卖100，这趟咱们净赚大几万，咱们秦家要彻底翻身了。秦老板，可算等到你们了，全城真丝裙都断货啊！百货大楼店庆急需1000件真丝裙撑场面，只要你们肯把第一批货全供给我们，价格你们开，每件加10块茶水费。哥，白送1万块，不签是傻子。钱总，每件多给10块，确实是天大的诚意。但这1000件货，我1件都不能加价卖给你。秦老板，怎么了？嫌少？我这可是代表市里最大国营百货来的，全省城没有比我们更硬的盘子。秦总啊，咱们都是同乡，一个地界出来的，你可千万别坐地起价。不，我的意思是，这1000多件真丝裙，我原价40块钱供给你，不仅不加价，我还把南方的防潮专用包装盒白送给百货大楼。啊？不加价？你想，你白送我1万块的利润？哥，你吃错药了吧？钱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不要你那1万块钱，我只要你在百货大楼正门口给我留2个最显眼的特装展位，那2个展位上不能挂你们百货大楼的招牌，得挂我的。你想挂什么招牌？秦氏兄弟服饰总部代理。每一个买真丝丝裙的顾客，百货大楼必须用带有我们秦氏兄弟字样的包量袋。哦，你想借我们百货大楼的店庆给你们自己打品牌拉渠道？对，我看了新闻，今年要出支持个体私营创立自主品牌的新政策。钱总，你省1万块成本，我拿全省城最好的活广告，这买卖你做不做？秦老板，你哪里是个倒腾衣服的小贩？你这眼光放得比我都长远。哎呀，这真是后生可畏啊！这合同我签了。哥，二哥，快出来看，外面突然来了好多的车。这就是秦国柱大老板是吧？真是打扰了。今天哥几个连夜过来，既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也是来给你好好立规矩的。国柱兄弟，明人不说暗话，在省城，我们7家垄断了所有大市场的档口和运输车队。你找到了南方的无面货源，我们有北方的绝对渠道。这10万块不是定金，是我们7家砸下来的买断股。一句话，
从明天起，你南下的货源路线只能由我们几家独家包圆，你吃抽成，我们吃利润。你答应，这10万块你拿着，省城服装界多2兄弟。你不答应，哥几个动一动小食指，明天全省城没有一个地摊敢接你们秦家一件衣服。明天开始，你一件货也休想运进省城。张总，李姐，你们要独家包圆可以，但这10万块太少，你们的格局也太小。钱，大伙收回去。南方那一手货源的路线，我免费送给你们。免费送？你图啥？难道说你是想先缓兵之计，先把我们糊弄过去再说？我图你们手里的车队和在全省城垄断的档口。今年国家出了放开搞活个体私营，打破国营垄断的新政策。张总，李姐，你们手里有几十万资金流，难道就甘心一辈子在省城大市场里当个小贩子？我的妈呀！国柱兄弟，你这脑子简直是神了！行，以后南方进货的路线听你指挥，咱们当场签合同。秦国柱，听说你下岗了，就在这儿破仓库里当苦力，当盲流倒腾衣服，别怪公家不给你活路。这几间大空房现在归我们江山厂了，今天之内一次性把10万块房租付清，否则带着你的烂招牌立刻给我滚蛋！秦国柱，你之前在车间当大毛模的时候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下岗了就在这破仓库里当臭苦力，当盲流倒腾衣服啊？高志远，上这儿满嘴喷粪，你找抽是不是？我喷粪？现在这几间仓库归造船厂清算办管，按规矩，今天之内一次性付清下半年10万块房租，拿不出立刻给老子卷铺盖滚蛋！高主任，红星厂刚倒罢，周边的铺子1年租金才2000，你开口要10万，这不是公事公办，这是存心来找茬的。哈哈哈哈！找茬？老子今天就是来找你茬的。秦国柱，当初你拒绝傲水的时候不是很狂吗？大伙瞧瞧，当初沈厂长看他是个劳模，要把闺女嫁给他，条件是让他入赘沈家，以后接厂长的班儿。结果这小子呢，端着他那所谓的工人骨气，说大老爷们绝不吃软饭，硬生生把沈家的婚事给退了，让傲雪成了全场的笑话。现在呢，你守着你的骨气，下个没钱没身份，没钱赔，现在是副科长，我马上就是主任。秦国柱，你不是有骨气吗？现在能不能拿出10万块？我拿不出。拿不出，那就给我砸！把秦氏兄弟的这块烂招牌给我当场砸了！住手！秦国柱，高志远说的对，你总是这样，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当年我爸把饭碗送到你手上，你为了尊严拒绝我，现在你快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要端着你那可怜的冷劲给谁看？沈科长，这是公事。这不是公事。秦国柱，我今天来不是要打压你，更不是要逼死你，我就是想看看你服软的样子。只要你现在低下头，承认你当年错了，承认你离了我沈傲雪，你什么都不是，跟我说一句对不起，这10万块的房租，我今天做主给你降到2000。沈傲远，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今天才算真正看清你这张高高在上的恶心嘴脸。秦海波，你胡说什么？当年我哥为什么拒绝你？大伙都以为我哥是傻，可只有我知道，当年你爸把我哥叫到办公室，当着你面让你爸的秘书递一份断绝兄弟关系的协议书。你爸说，秦国柱要娶你，就得当个干干净净的沈家人，嫌弃我和小雅、小菊3个以后的累赘，让我哥跟我们断绝往来，永远不许我们进沈家大门。而你呢，沈傲雪，你当时就坐在一边，冷眼看着我哥，说你弟弟妹妹确实挺拖累人的。我哥是护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为了不让我们当要饭的，才硬生生退了你沈家的婚。你现在还想要我哥给你低头，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哥做的对，你这种自私透顶的女人，连给我哥提鞋都不配。够了，少在这扯陈年旧账。秦国志，你今天下午3点，要是见不到10万块现金，老子不仅要砸了你的招牌，还要把你们全家全抓起来。高主任，下午3点，10万块我一分不少的拍在你的脸上。最后5分钟。秦国柱，你的大老板合伙人呢？大太阳底下晒糊了，不敢来了吧？把梯子给我架好，时间一到，先砸招牌，再把这帮全给我扣走。哟，张总、李姐，您几位大老板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您大白天打我干什么？打你，老子恨不得废了你！你算个什么？别敢动国柱兄弟的招牌！哥，刚才一看到这2个小丑来闹事儿，我就偷偷让小王把消息告诉张哥他们了。
国柱兄弟，对不住，哥几个来迟了。海峰兄弟把事情一说，哥几个一合计，咱们要干的是北方6省服装大分发的通天大买卖，后面怎么能有这么个苍蝇在嗡嗡叫？高志远，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半个小时前，我们7家联合出资，已经找你们造船厂的厂长，把红星厂后面这200亩闲置的大仓库和地皮，连产权带地契，全给全款买断了。你们厂长听说我们不仅买仓库，还要联合秦氏兄弟解决200个下岗职工的就业，高兴的亲自给哥几个倒茶。高志远，你拿这个鸡毛当令箭，为了私怨差点砸了造船厂最大的招商引资。你们厂长说了，让你现在就滚回去交编制，你被开除了。我终于明白，这个男人当年的冷静不是固执，而是拥有我一辈子都触碰不到的惊天各局。我彻底错过了这条乾隆。既然地盘是咱们自己的了，那咱们就把规矩立起来。张总、李姐、海峰，放炮开门，咱们秦氏服装总部今天正式开业。爸妈，今天是您二老的忌日，儿子带着弟弟妹妹来看你们了。以前我天天上班，管教不上老二，现在我们兄弟俩一起出来闯了，目前也算站住了脚。以后我天天带在身边，时刻盯着他，监督他，绝不让他走歪路。小雅在省城念大学，成绩还不错，再过2年就毕业分配了。小军明年中考，在学校也听话。你们在九泉之下放100个心，只要我秦国柱还有一口气在，这个家就倒不了。弟弟妹妹，我一定会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小雅，这双最时髦的白色旅游鞋，还有那件红毛衣，去试试。小军儿，那套新运动服拿你的尺码。海峰，别在旁边看，给你也整一身皮夹克。哥，我就不用了，我这一身挺好的。少废话，全家都有，今天大哥买单。小雅，看你最爱的鲈鱼。小军，再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燕儿，明天我在大市场门口等你啊。燕儿是谁啊？老二，你小子这是背着我谈恋爱了？燕儿，刚出锅的，快趁热捂手。死丫头！老子今天好不容易托关系，托纺织局的刘科长牵线，带你去跟商业局大领导的儿子相亲，你倒好，大清早跑这儿来跟一个倒腾的穷光蛋烂衣服拉拉扯扯，成心想气死我是不是？爸，相什么气我才不去！海峰他不是倒烂衣服的，他现在和人合伙办大仓库呢。哼，合伙办大仓库，小丫头片子，你懂个屁！省城服装市场谁不知道？那红星厂仓库是张老大那几个家伙买下的，你秦海峰说白了就是张老大手底下一个跑腿的小马仔儿。你既然是张老大的马仔儿，就离我闺女远一点。老子哪怕把小燕嫁给一个残废，也绝不会让她跟着你这个没有编制、没有前途的小流氓受罪。你既然是张老大的马仔，就离我闺女远一点。赵老板，大清早的在市场上跟2个年轻人动这么大山火，不至于。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儿？我是海峰的大哥秦国柱。赵老板说的对，大市场开门做生意讲的是实力。海峰现在确实不什么大老板，但他跟我是一家人。红星厂后面那间大仓库，现在是我们老秦家跟张老大合伙盘下来的。跟张老大合伙？哼，那又怎么样？张老大这几年可没少抢我的份额。不怎么样，我只是想告诉赵老板，前几天南边刚发过来的那1万件防潮真丝裙，第一批货运配额，是我秦国柱亲自去南方谈下来的。你就是那个下岗的秦师傅？赵老板，您和张老大在市场上斗了5年，两边互相压价抢客源，其实谁也没少亏钱。哼，秦师傅，我给你这个面子，调解会我可以去，但咱们一码归一码。就算你当了中间人，哪怕你和张老大以后再能挣钱，我暂时也不会同一个没编制、没名没分的秦海峰在一起。走，跟老子回去。今天这大市场你别想当了。哥，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大仓库出事，速归。
秦师傅、海峰哥，快回红星厂仓库，出大事了！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说咱们秦氏兄弟刚接了北方百货大楼2万件货的死命令订单，大市场里那几股眼红的小户导标，联合了以前红星厂的几个老地痞，把咱们大仓库的电闸给拉了，还往仓库里泼水。国柱兄弟，你可算来了！这帮王八蛋太阴了，把配电房的大锁给撬了，断了咱们排风扇的电，还顺着通风口往里面灌水。这里面可是2万件防潮真丝裙啊！要是闷在里面反潮发霉，咱们就全完了！操他妈的！是谁干的？老子今天不废了他，老子不姓秦！海峰，把铁锹放下，现在去带2个人把红星厂前门、后门还有家属区的小路全部堵死，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好，我这就去。操他妈的！是谁干的？老子今天不废了他，老子不姓秦！海峰，国柱，那几股散户倒坏和厂里的流氓干完坏事早就跑了，咱们去哪儿抓人啊？王泥鳅，别扫了。红星厂倒闭前，你在后勤管的就是配电铺电。这大仓库的通风口在2米高的地方，不知道底细的人连进口都找不到。你身上这股黏糊糊的绝缘油味，是刚撬配金汇电闸时蹭上的吧？秦师傅，您别血口喷人，我就是个打扫卫生的。我在厂里待了15年，电工班的规矩我比你懂。撬开高压配电柜需要用绝缘撬棍，那上面的黑机油没2遍肥皂水压根洗不掉。今天这仓库要是毁了，我们老秦家固然要赔100万违约金，但你王泥鳅还有指使你的那帮人，这辈子就别想从局子里出来了。说人在哪儿？我说，是市场里的黑子哥，还有散户代表老王。他们看你们接了百货大楼的大订单，觉得大市场没他们的活路了，这才出了损招。他们现在就在红星厂对面的小录像厅里等着看热闹呢。2万件货啊！等过了今天晚上，那大仓库里全是霉味儿。我看他秦国山拿什么去交差？秦国柱，你想干什么？这大马路上的，你敢带人砸场子？信不信老子去所里告你聚众斗殴？聚众斗殴，黑子，你当年在红星厂保卫科偷公家电缆被开除，今天你又带人撬配电汇、拉电闸、故意泼水，你这叫犯罪，是要坐牢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是黑子说只要断了你们的电，泼了水，大市场的散户就有活路，我们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那2万件真丝裙要是捂坏了，把你们全家卖了都赔不起。哥，跟这帮无赖废什么话？先送去蹲大牢。送进去能帮我把2万件衣服烘干吗？老王，大市场开门做生意，我秦国柱从来没想过断了你的财路。这百货大楼的2万件大单，虽然渠道是我们兄弟独家的，但后面打包、运送、分发的大网，靠我们几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现在，把你们带来搞破坏的所有人，还有大市场里愿意跟我们干的散患，全部给我进仓库，把厂里后勤的10台大功率大卡车排风扇全给我搬出来，通上电，冷风死命往里灌。再把红星厂基建科剩下的2吨绳和灰全给我铺在仓库4周吸潮气。海峰，去把附近家属区退休的10几位纺织厂老姨妈都请来，带上生铁熨斗，垫上白棉布，连夜把边缘渗水的衣服低温烫干。这是真丝，不能见向光，不能用火烤。谁要是把衣服弄变形了，老子当场废了他。今天晚上把2万件货完好无损的打包上车。明天早上老王，我把这笔大单里5%的批发分销缺额当场分给你们这些小户。以后有我秦国柱一口肉吃，就少不了大市场老街坊1碗汤喝。要是谁再敢偷奸耍滑，那就是断了全下岗职工的活路。不用我出手，咱们上百个工友的铁锹，第一个拍碎他的脑袋。干，我们干！秦老板大气走，兄弟们进仓库帮秦大老板搬货去。大哥、二哥，小军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老师叫他喊家长，他不敢通知你俩，通知了我，你们快去看看。王老师，你看看我儿子这脸都肿成猪头了，这下岗职工家里的孩子就是没教养，下手这么狠，我跟你们学校没完！你嘴里放干净点，骂谁没教养呢？都少说2句。秦小军，你平时成绩挺好的，今天为什么先动手打人？你大哥呢？怎么还不来？王老师，不好意思，刚有事来晚了。我是小军的大哥，家里大人不在了，有什么事儿我跟您谈。哟，能谈出什么名堂？赔钱？
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少于500块钱，这事儿没完。小军，看着我，大哥平时怎么教你的？在学校能不能跟人打架？哥，我不想打架，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咱们家是的孩子，他说你和二哥是没人要的，他侮辱咱爸妈和我哥，我忍不住，我不能让人这么说你们。大姐，孩子打架把人打伤了，该赔的医药费我们一分不少，但这500块钱是赔你儿子的医药费。接下来，咱们谈谈你儿子在学校公然侮辱小军并歧视下岗职工家属的事儿。我爸妈是红星厂的老劳模，是为了抢修公家设备走在岗位上的。我秦国柱虽然下岗了，但我现在做的事儿行得正，做得直。王老师，如果学校因为家庭原因任由学生霸凌羞辱我弟弟，那我明天就带着我们单位的下岗职工去教育局要个说法。今天我弟弟打人是他不对，我们赔钱，但你儿子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弟弟，给我过世的爸妈赔礼道歉。都是误会，对不起，都是孩子不懂事。打得好，有老秦家的骨气。海峰，国柱哥，我跟家里闹翻了，我爸把我关在屋里，我是从2楼跳窗户逃出来的，我现在没地方去了。燕儿，你傻不傻呀？2楼那么高你也敢跳？要是摔个好歹，你让我怎么活？你爸那就是个掉进钱眼里的土黄旺。海峰，我不怕，我爸说明天一早就要和那个刘科长的儿子把亲事定下来，我要是不逃，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小燕，你是个好姑娘，你对海峰的心思老秦家领情，但你今晚住在我们这儿不合适。哥，燕儿都这样了，你还要赶她走？混账东西，你懂个屁！人家姑娘清清白白的名声，由得你这么胡闹？今晚她要是住下了，明天大市场传出闲话，唾沫星子能把小燕淹死。赵大胖子去所里告你个拐带妇女，你上哪儿说理去？海峰，去把东屋收拾出来，让你大妹陪着小燕。今晚小燕睡小雅屋里。海峰，你今晚跟我和小军挤一床，别动歪心思。明天一早，我亲自带你敲锣打鼓把小燕送回去。秦海峰，你个下岗盲流，给老子滚出来，把我闺女交出来！今天不把你们老秦家砸个稀惨，老子在省城大市场白混了5年。哥，欺人太甚了，老子出去跟他们拼了！把棍子放下，峰，把门打开。赵老板，大半夜的带这么多人带家伙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匪劫道呢。你要找闺女，小燕现在就在屋里，正和我大妹在一块儿。我秦国柱虽然是个下岗工人，但我老秦家家风清白，做不出偷偷摸摸的事儿。都把家伙放下，在外面等着。赵老板，我知道你瞧不上我们家，我爸妈走得早，我又下岗了，我带3个弟弟妹妹，现在在市场里跟张老大合伙支棱个大仓库。海峰这小子年轻性子急，但他踏实心眼好。这段时间他为了大仓库天不亮去车站接货，肩膀都勒脱了皮。他是真想混出个名堂，风风光光去娶小燕。爸，不怪海波，都是我自己不好，是我自己从2楼跳窗户逃出来的，跟海波没关系。爸，海波他对我好，他们全家都是好人，我就算不当这个老师，我这辈子也非他不嫁。赵叔，您信我一次，我秦海波要是让燕儿受一点委屈，您随时来砸了我的大仓库。秦师傅，你有个好弟弟啊，丫头长大了管不住喽。行了，起来吧，大半夜的跪着像什么话？赵老板，敞亮，孩子的事儿定下了，咱们的正事儿也该办办了。正事儿？你和张老大在市场上斗了5年，两边内耗，谁也没多挣着钱。明天中午在我们仓库食堂，我做东把张老大也请过来，咱们3个人坐下来喝一顿，把以前的过节全掀过去。以后南方发过来的货，咱们大仓库和你们赵家联合吃下来，多个朋友总比多个对手要强。您看成吗？好，秦师傅，就冲你这句话，明天中午这顿酒，我赵大胖子准时到。丫头今晚就麻烦你们照顾了，明天见。老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5年你在市场上没少断我的货，今天怎么有脸坐到老秦家的桌上来了？姓张的，你少在这给我装大尾巴狼！要不是看在秦师傅和海峰的面子上，老子连这仓库的大门都不会进。2位老板，今天咱们不扯以前砸台子抢客源的烂账，咱们算算去年的明白账。老张，你去年从广州进了4万件衬衫，因为走铁路货运运力紧张，在车站死压了半个月，最后错过了换季，成本1件折了4块，我没算错吧？赵老板，你走的是公路运输，倒是快。可去年冬天大雪封路，你的2颗车皮大衣卡在秦里，为了不对约，你高价在当地雇人转运，那1个月的油钱和人工，
把你的纯利润吃掉了1/3，对不对？你们在大市场斗了5年，两边互相压价，最后便宜全让南边的厂家赚走了。现在我们这个大仓库有20亩地，再加上2位老板的铁路关系和手底下几百辆长途大卡车，再配上我手里日益增加的稳定独家货源，铁路走大龙慢货，公路走应季快货，大仓库统一吞头调配。以后整个省城服装大市场南货北卖的这条红线上，咱们联合统一定价，不仅能把南边厂家的价格压低2成，还能把北方的百货大楼死死绑在咱们的战车上。国柱兄弟，我张老大没服过谁，今天我服你的眼光。这杯酒我干了，以前跟老赵的恩怨一笔勾销。妈的，有大钱不赚是王八蛋！秦师傅，以后海峰是我女婿，咱们就是一家人。这大物流的事儿算我一份。燕儿，坐稳喽，前面是个大下坡。大胖子老丈人发话了，这个月大仓库的分红下来，就让咱们去民政局把证领了。秦海峰，你瞎交换什么呢？谁说这个月就要嫁给你了？你还没给我买现在最流行的大彩电呢。买，不仅买大彩电，还要买开盘录像机，买摩托车。等下个月大哥带我去南方，我给你把南边最好看的衣服天天变着样带回来。燕儿，你今天真好看，跟挂卡上的明星似的。秦海峰，你嘴上抹蜜了，专心看路，船都要撞到荷花丛里去了。流氓，抓这么紧干嘛呀？燕儿，这辈子抓住了，我死也不松手。海峰，你要干嘛呀？大哥，你在哪儿啊？快回院子看看吧，家里出大事了！哥，出啥事儿了？小雅在路上哭的话都说不成头。二哥，他们要把咱们的院子收回去，说是红星厂倒闭了，这院子不算咱们的私房，要拍卖给南边的开发商盖歌舞厅。秦海峰同志，你冷静点，我们是红星厂破产清算小组的。当年你父母牺牲，厂里为了照顾你们4个孤儿，特批了这套连带小院的家属房给你们住，但房产证上的名字至今还是红星品的公章。现在厂子整体资产清算变卖，这块地已经被私企老板买下了，按规定你们得搬出去。放你娘的狗屁！我爸妈的命都填在红星厂里了。当年老厂长亲口说，这院子顶我爸妈的抚恤金永远是我们老秦家的。现在厂子倒了，你们转手卖给私人，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大街去。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秦师傅2口子是因公殉职，你们清算资产连这样的家属房都抢，还有没有天理了？刘主任，你是清算组的，但你可能不了解红星厂的历史。1982年，我爸妈为了抢修2号车间管道牺牲，当时的老厂长和工会主席签了这份分人，一切居住我家还认。厂子是倒了，但这红章上面的字，今天别说是南边的开发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只要我秦国固还剩一口气，谁也别想把老秦家的根给刨了。秦师傅，您别误会，我们也是按章办事。既然有当年的老协议，那我们回小组再核实一下。打扰了，打扰了。行了，大半夜的，别让街坊看笑话。海峰，送小燕回家。海峰哥，秦师傅，张老大出大事了。他昨天晚上被广元贸易的周秃子做局骗到西郊大车店后面的一个地下黑赌场里去了。周秃子找了南方来的老千，给张老大下套，让他一夜之间输了整整20万。现在周秃子把张老大扣在黑旅馆里，逼着他摁手印，要把张老大的股份当成赌债全部转让给广元贸易。明天一早，周秃子就要带着字据去工商局强行变更啊！老张，愿赌服输，20万的借条白纸黑字在这儿呢。你没现金没关系，把你跟秦国柱合伙搞的那个红星大物流的股份转让切了，这20万的借款咱哥俩一笔勾销。周秃子，你他妈出老千！那红星大仓库是全厂职工的活路，那股份是我拿命跟国柱兄弟换来的，老子死也不签！不签，老子今天就剁了你这只手，明天直接去红星厂收账。不许动！
穿花衣服的男性全部双手抱头蹲下，谁动一下开枪了。秦国柱，你既然叫保安来，出来混的你懂不懂规矩？规矩，周老板，90年代国家刑法第303条写的清清楚楚，你私设地下赌场，金额高达20万，这叫特大赌博罪。还有，你从南方请的老千在张老大茶水里下的迷药，民警连夜搜查都能找出来，你这是做局诈骗，跟我谈规矩。国家法律就是最大的规矩，全部铐起来谈规矩，连同所有赌资账本带回所里，就是连夜突审。国柱兄弟，哥哥不是人，哥哥贪心喝了他们的迷魂汤，差点把咱们全厂职工赖以生存的大物流股份给输掉了，你还保我出来，我张老大没脸见你啊！进去待了3天，脑子清醒了吧？雷所长说了，你是被下药做局，但你参与非法赌博是事实，关你3天是让你长个记性。咱们现在开公司，搞大仓库，行得正，坐得直，以后少给我沾那些下三滥的圈子。清醒了就跟哥回去。周秃子进去了，广元贸易群龙无首，咱们回去跟赵大胖子会合。今天改成规范的红星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把属于咱们的服装江山彻底坐稳。1、2、3，揭牌！哥，咱们这大物流太赚钱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大团结。二哥，你口水都要掉到钱上去了，这钱可是留着给你娶小燕姐的。海峰，小雅说的对，咱们老秦家现在行得正，坐得直，日子好过了，长兄如父。哥答应过你的事儿，绝不食言。明天一早，哥就带着彩礼去赵大胖子家，咱们把和小燕的日子正式定下来。秦老弟，今天2个孩子先把亲定下了，等过2个月，大仓库第2批分红下来，咱们挑个良辰吉日，再风风光光把婚事办了。老赵，国柱海丰出状况了。周秃子虽然进去了，但他的大舅哥联合了省城另外几家大批发商，直接联合南下广州，准备把那边几个最大货工厂的秋季新款包网毒赶。他们放出话来，哪怕每件衣服多加1块钱，也要断了咱们红星大物流的货源。今天他们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如果让他们把广州厂家的独家供货全拿走，咱们刚挂牌的大物流下个月就得唱空城旗。妈的，这帮孙子临死还要咬一口！兵贵神速，海峰，明天一早你跟我买最早一班南下的绿皮火车。省城大市场太小，养不出真龙，我们去会一会南方的那些大牌厂家，把这货源从源头上死死掐在咱们手里。哥，这就是全中国最大的服装厂啊！要是能从这儿拿到货，咱们大仓库的卡车天天都能跑冒烟儿。走，进去找他们的掌舵人陈总。干嘛的？有介绍信吗？找陈总？去，走开！每天几百个贩子都要找陈总，没预约一概不见。嘿，你怎么说话呢？我们是省城红星大物流的，带了现金来签大单。师傅，行个方便，劳烦通报一声，就说北方的老秦来谈几10万的大单。看见没？那边蹲着的、躺着的，全都是带了几10万来求货的。陈总说了，最近1个星期谁也不见。走吧，走吧，别挡着厂里的货车进出。哥，都2天了。哎呦呦，这不是咱们省城大名鼎鼎的秦大董事长和秦二老板吗？怎么跟个要饭的似的蹲在大马路上啊？王满仓，是你搞的鬼！实话说吧，老子3天前就跟陈总把口头协议定下来，今年秋季最新款的爆款服装，陈总一件也不会给你们，跟我斗，你们俩兄弟坐着绿皮车来，拿什么跟老子坐飞机的拼？陈总，咱们走，晚上广州大酒店，我做收。
陈总，我是省城红星大物流的秦国柱，耽误您2分钟，听听我们的渠道。够了！你们北方人怎么一点规矩都不讲？我已经跟你们省城的王满仓老板达成了长期的口头协议，我们南方人最讲究先来后到和契约精神，我的货已经全配给他了，你们的需求我一口回绝，请你们立刻离开，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再纠缠我就叫治安队了。哥，人家把话说明白了，彻底没戏了，咱们真的要空着手回家了吗？海峰，把眼泪擦了。老天爷给咱们下的这场暴雨，就是咱们翻盘的机会。走，带上所有的钱，跟我去他们的后门大仓库。哥，人家都叫治安队了，咱们还去仓库干嘛？主管，这些货王满仓不要吧？他要这些干嘛？那王老板只要今年最时髦的蝙蝠衫，这些都是前2年出口转内销退回来的死货，样子老，颜色土，在南方根本没人要。陈总天天为了这点库存发愁，再卖不出去就要当废品剪碎了。这批死货一共3万件，我全要了，每件我多出2块钱现金。今天下午我的车就会来拉走。哥，你疯了！花这么多钱买一堆没人要的垃圾回去，张老大和赵大胖子还看着咱们呢，这货运回去连运费都挣不回来。听我的，南方的确嫌它土，但北方大冷头长，国营厂的老工人、矿上的家属要的就是这种结实耐磨、便宜的厚实衣服。海峰，这叫围魏救赵。我们要是不帮陈总把这个压了他大半年资金的烂摊子收拾了，他凭什么高看我们一眼？活了40多年，第一次见被人拒绝后不哭不闹，反而把厂里最头疼的坏账给现款买走的北方人。去，把那2个北方人请到我办公室来。秦老板大手笔，我这几万亿后库存，你眼睛都不眨就拿下了。我陈某人开厂做买卖讲究个情分，你帮我清了库存，有口头协议在，做生意要讲究。但上次我也说了，如果你现在是想要今年的秋季爆款，对不起，我顶多只能匀给你3000件，再多我没办法跟王老板交代。陈总，您误会了，这3万件死库存是我秦国柱送给您的见面礼，也是我们做买卖的诚意。我今天坐在这儿，不是来向您祈求3000件衣服的施舍，我是来和您谈一笔能让白云厂在北方市场翻3倍规模的大生意的。哦，秦老板，你胃口不小。王满仓在省城大市场有10几个大档口，几十万的已经摆在桌上了，你凭什么觉得你的买卖比他的大？陈总，王满仓确实有钱，但他只是个大倒饭，他运货靠的是汽车，走的是国道，从广州北方2000公里，中间要翻秦岭过关甲。现在马上入秋，北方随时下大雪，他的卡车只要在路上堵3天，您白云厂最时髦的秋装到了省城就变成了过季的烂货，更别说路上车的损耗，他能扛住几次折损。更重要的一点，陈总，王满仓的渠道太狭窄了。他的档口全集中在省城大市场这种上游高端市场，他只要最时髦的爆款，一旦稍微过季或者样式走偏，他一件也不会要您的。这就导致您厂里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像仓库里那样的死库存。但我们红星大物流渠道上到省市百货大楼，中到大市场批发，下到全省几百个县城镇的国营大厂和矿区集市，我们的渠道上中下游通吃。您瞧，在王满仓眼里是垃圾的这3万件过季的衣服，在我们深入县镇的渠道里，那是北方矿工、钢铁厂工人家属抢着要的耐磨稀缺货。白云厂以后产出的货，高端的我们走奢城百货，低端的我们走县镇集市。我们能帮您解决高端和低端整个系列的服装。秦老板，我收回我早晨的话，不仅你有铁路运输的底子，光凭你这上下游通吃的胃口，就没几个厂长能拒绝你。明天晚上广州大酒店，我亲自做东，把王满仓叫上，咱们正式把这合同签了。秦国柱，你们2个怎么在这儿？陈总，这是什么意思？王老板，坐。今天请你们来，是把今年秋季的服装配额重新定一下。秦老板的红星大物流在铁路上有硬关系，而且他们的渠道能下沉到北方的每一个县城和战区。为了我们白云厂的长远发展，今年秋季最新款的爆款服装，我要分给红星大物流60%。陈总，你这叫不讲信用！明明是我先跟你们达成了口头协议，他们2个刚洗净泥腿子的乡巴佬，凭什么拿大头？我多加钱也行。别在广州丢人现眼了，你真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南方横着走？我哥今天下午刚帮陈总现款清了3万件死库存，你只想要最时髦的爆款，可你管过厂里的压仓货吗？你运货靠的是汽车跑国道，北方一落雪，你的车全得趴过在秦岭里。王老板，你的买卖只局限在省城大市场这种上游，
但我们的渠道上到百货大楼，下到县镇矿区，通吃整个产业链。陈总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他全系列销货，且在风雪天依然能确保物流绝对稳定的战略伙食，而不是一个只能在晴天倒买倒卖的二道贩子。王老板，秦老板说的对，做生意眼光要放长远。你那4成配额，要就要，不要秦组长随时能全盘施下。好你个秦国柱，算你们狠！咱们回了省城，走着瞧。秦大老板，北方的服装江山我就全交到你手里了，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哥，咱们成功了，咱们真的带着合同回家了。这回省城服装大市场该轮到咱们老秦家说了算了。海峰，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咱们就要在省城最热闹的地段，把王满仓他们所有的档口全部挤死。老秦家要建全省最大的红星服装城。秦老弟，你们哥俩在广州办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国柱兄弟，那3万件长袖衬衫和老款夹克刚一进货场，周边的县城供销社和各大矿区的后勤科长眼珠都红了，抢着全款提货。老款怎么了？在咱北方矿，这衣服皆是便宜，就是硬通货。光是这批死货，咱大五路一转手就纯赚了不少。这叫各取所需。海峰，把时髦的秋装留出2成送百货大楼，剩下的8成全部放进咱们大仓库，让省城所有的个体户提货，价格比王满仓便宜1成。给我留意签那批外包的长袖衬衫和厚夹克，我们矿区和县建总公司的工人们就认这个，便宜耐磨，全款，我现在就提货。秦老大，给我拿300件广州最新款的蝙蝠衫和喇叭裤。王满仓那边还没到货，省城和大楼的柜台今天都在管我要货呢，我加价1成提货行不行？各位老板不要急，老规矩，咱们红星大物流讲的是长久买卖，新潮秋装优先供应省城百货和大市场的各大档口，价格比往年便宜1成。至于剩下的外贸衣服，全部走下沉渠道，分给周边县镇和国营大厂的后勤科。哥，咱们这回是真真正正的发了大财了，日子好过了，长兄如父，哥答应过你们的事儿一桩也少不了。老二，明天一早，哥就去找红星厂产科把地皮手续办了，咱们把这旧平房全推了，盖一座全厂头一栋的3层自建大洋楼。等洋楼落成的那天，哥风风光光的摆上100桌席面，把小燕明媒正娶，接进咱老秦家的大门。国柱啊，你现在可真是给你爸妈争气了。领导发话了，你翻盖新房，厂里不仅一路绿灯，还特批让车队腾出辆翻斗车帮你拉横砖。谢谢刘科长，等新房落成了，您一定来喝喜酒。老秦家这回是真的彻底换了人间了！瞧瞧那拉红砖的水泥车，一车接着一车。听说国柱要在原址上盖全厂独一栋，盖独立卫生间的3层曲子砖小洋楼呢。秦老板，这可是今年最新款的桑塔纳，全省城这个月就配额3台，开在路上比老上海炮气派多了。燕儿，上车，今天哥开着新车带你兜风去。二哥，小燕姐穿红呢子大衣坐你的新车，那肯定比电影里的明星好看。二哥威风，二哥有大轿车了。新车落地，地基也打好了。老二，过段时间房子盖好，就给你和小燕办婚礼。哎呦喂，你们瞧瞧老秦家这洋楼，这气派！整个红星厂几千户，谁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那大彩电比厂长办公室还大2倍。那可不，今天老二海丰大婚，听说新郎昨天刚去百货大 J 把3金和红证全办齐了，今天婚车队伍全是新轿车，排场大上天了。
老邻居、老工友，今天我秦海鹏结婚，大家伙赏脸的全部大食堂落座，好烟好酒，管够！哥，长兄如父，要是没有您当用棒子面把我喂大，没有您带着我南下广州拼命，我秦海贝贝就是个臭混混，哪能住上洋老，娶上媳妇儿？大哥，谢谢您。好孩子，快起来！老二，今天开始你成家立业了，是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了。咱爸妈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也能闭眼了。国柱，海峰。今天大喜，咱们红星大物流这个月的账目，我和老张连夜彻底盘出来了。扣掉给广州白云厂的货款，扣掉包列特快、特批的运费，还有上上下下几百号装卸工车队的工钱，咱们这个月的净利润突破了100万现钞。爸，你没算错吧？100万！国柱，你说这公账上的100万巨款，咱们接下来怎么耍？守着大仓库，早晚会被王满仓他们打价格战耗干。我们要走在所有人前面。杉山路和简路路交汇的国营商局综合大楼，1年的租金和押金加起来要10几万。我们要把那栋大楼整体租下来，1楼零售，2楼批发，3楼鞋码，4楼做咱们红星大物流的总部大厦，名字就叫红星服装城。租那栋黄金大楼，国柱，大物流现在的规模已经够咱们赚的了，为啥还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核心商区争地盘？赵哥、老张，我爸妈一辈子死在红星厂，我自己在双山下岗。这2天你们去大院生活区看看，光是这个月，咱大院里有几百号人被迫离职了，没了铁饭碗，他们怎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咱们老秦家现在吃上肉了，不是为了给咱们自己捞多少钱，我是想把它变成这成百上千号下岗职工的活路。海峰，大哥说的服装城，那不是为了咱们自己，那是为了全厂下岗的货友啊！我活了20多年，第一次见到有男人能有这么大的心胸。燕儿，这就是我大哥，他是一个小家的大哥，给下红星厂几百号小野的度梁柱。明天一早我就开始商业地方，不管是论砸钱还是论实力，这栋商大楼咱们可以铁定了。哥，咱们红星大物流卡里躺了100万，今天过来不把这栋综合大楼的合同拿下来，我都对不起咱家这辆新车。哎呀，秦老板，我的秦老板啊，你们怎么今天才来？来不及了，这大楼你们啥叫别想了？我哥手里拿着10几万的租金和一整套方案，咱们红星大物流要实力有实力，怎么就来不及了？昨天晚上，那个大市场的批发大户王满仓把我们请到省城大饭店，一起签了租赁意向书。王满仓当场砸了20万的现金，说要把大楼改万仓大商场。你们有100万巨款也没用，人家连夜截胡了。哟，这不是红星厂大名鼎鼎的秦家两兄弟吗？秦老大，听说你弟弟昨天刚大婚，风光的很呢。怎么今天连喜糖都没吃2口，就跑到商业局来跟我王满仓抢骨头啃了？王满仓，你少在老子面前装蒜，你用阴招截胡是吧？王老板，买卖还没落锤，谁是骨头谁是肉，现在说还太早。哈哈哈哈哈！太早，秦国柱，我承认你运货有点手段，但老子要20万现已经入了账，你也配到省城中山路来跟老子谈落锤？今天这大楼，老子王满仓不仅要定了，我还要让你们红星大物流连这个大门口都进不来。秦老板，民不与官争，这大楼算是彻底落到他手里了。钱科长，大局长的办公室是在走廊尽头那一间吧？是啊，但现在王满仓正在里面送审核，你进去也是自取其辱啊。海峰，跟哥走，今天哥让你看看什么叫打蛇打七寸。局长，这位王老板实力雄厚，20万资金已经到位，把大楼整体租给他，能给局里解决不小的财政包袱。您看这合同。混账！你是哪个单位的？谁让你闯进来的？出去！局长，这就是个捣乱的个体户，快叫保安！老局长，我是造船厂的下岗工人秦国柱，我今天来不是来跟王老板抢大楼的，我是来给商业局给咱们省城送一份能解决上千号下岗员工问题的红星服装城改制与利税安置方案。对，王老板给您20万，不过是想圈地自己捞钱，而我秦国柱带着红星大物流100万净利润的底气，要在这里建全省城最大的红星服装城。这栋大楼的所有档口，我红星全部先低价甚至免押承提供给下岗被迫离职的工人阶级，全部招出下岗兄弟。我要让这栋原本死气沉沉的国营大楼变成1000个下岗家庭重获新生的铁饭碗。局长，这不合规矩啊！王老板的20万支票都……规矩
老子当年在造船厂、在红星厂跟工友们一起吃大锅饭、建新中国的时候，还没有你这个规矩。小伙子，秦国柱是吧？造船厂出来的下岗工人好样的，你老秦家发了财没忘留京租，1年内要是安置不了1000个下岗工友，老子撤了你。老长长，您放心，差一个，我秦国柱提头来见。拿着你的支票，滚蛋！商业局不欢迎你这种喝工人血的倒将。刘哥，这表是你的了，只要你帮我把老秦家废了，大市场南区那几个档口，我分你1半股份。王老板，你也是省城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被几个红星厂出来的下岗泥腿子给逼成这样？不就是一栋综合大楼吗？你懂个屁！那不是大楼，那是老子的命！秦国志要在中山路建红星服装城，还要免租金招一帮穷鬼下岗工。只要他的服装城一开业，全省城的散客和批发商全得被他吸过去，我王满仓就彻底倾家荡产了。大楼的合同老局长拍了板，官面上我动不了他，但中山路是你的地盘，大楼要改成服装城，得重新列线、刷大白、搬货柜，对吧？我要你放出黑白2道，谁敢去给红星服装城干活，就打断谁的腿。等他们开业那天，老子让那地方变成一片血海，我看哪家下岗的穷鬼敢进去开档口。放心吧，王老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中山路，我刀疤刘点头，他红星服装城才能开业。我不点头，他秦国巨就算有100万现金，也只能砸在手里当废纸。妈，王满仓这是找死！打听清楚了，是南区刀疤刘干的。哥，老子这就带大物流的100个兄弟，开着卡车去把刀疤刘的老巢给砸了。海峰，冷静点，那刀疤刘手底下全是亡命之徒，天天在街上混的。咱们是正经做买卖的，跟他们硬拼，万一出了人命，大物流就毁了。是啊，现在全厂的工友一听说去中山路干活要挨打，一个个吓得都不敢报名了。国柱，这合同虽然拿到了，可这楼咱们根本动不了工啊。海峰，哥跟你说过多少次，咱们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不能再像以前当倒货那样靠拳头解决问题。他刀疤刘以为靠几根钢管、几个流氓就能堵死1000个下岗家庭的活路，他也太小看咱们工人阶级的骨头了。老二，明天一早放出风去，就说我秦国立明天晚上8点一个人去中山路迎宾大酒楼，亲自接他刀疤刘的战书。我倒要看看省城的地头蛇能不能吞得下我的命。那红星厂的秦老大还没来，怕不是在家里吓得尿裤子了吧？刘哥，一个松厂下岗的臭胡风，他要是敢一个人来，兄弟们今天不挑断他的脚筋，老子跟他姓。秦老板还真有种，一个人就敢来踩我的盘子。刘老板在杉山路声势这么大，我总得给这个面子。说吧，王满仓给你开的是什么价，能让你连1000个下岗工人的活路都敢断？少跟老子扯什么下岗工人，在中山路，老子的规矩就是活路。今天给你2条路，要么把大楼转给王满仓，老子让你安安稳稳回红星厂当你的运货导员；要么……刘老板，你混街头的，求的是财，不是命。王满仓给了你1块2万块的劳力士，许了你大市场南区几个还没建起来的烂档号，你就甘心替他当枪使，去得罪商业局，得罪市里的大领导，得罪1000个要吃饭的工人阶级。我的意思很明白，王满仓现在广州那边的配额，大物流下个月就会全盘接管，他已经是条死狗了，他拿什么给你兑现股份？你带着弟兄们在街上收保护柜、扎轮带，一天能捞几个收水？今天打伤了我的工友，明天市局的警车就能把你这个旧仓库给端了。刘老板，看看这个。这是啥？这是红星服装城综合保卫科的正式喷用协议。我的服装城4层楼，上千个档口，每天流水成千上万，需要最硬的保安队伍。你刘老板当保卫科科长，月薪1000，大楼里最火爆的2个鞋帽档口，免租金送给你。你手底下的这帮兄弟，只要不犯事儿，肯出力，全部脱掉背心，换上制服，大物流给他们上正式编制，每个月按时发工资。刘老板，你是想带着弟兄们天天在街上提心吊胆的当流氓，还是想领着大家伙洗白，穿上体面的制服，当红星服装城受人尊敬的保安队长？秦老板，不，秦哥，我刘大巴了这辈子没服过谁，今天我服你了。王满仓那个王八蛋还指望我带人去砸大楼呢，我现在就带兄弟去把他给绑了，亲自送到市局去揭发他买凶伤人、恶性竞争。秦总好！我操，我哥这也太神了吧！没动一拳头，把省城最大的地头蛇直接给收编了。秦总，真有你的！这2个月，咱们招商科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
全省城甚至周边县市的服装批发商，一听说红星大物流接管综合大楼，全都疯一样来抢剩下的空档口。钱科长，外面的批发商赚再多钱也是锦上添花。咱们之前答应老局长的硬指标，下岗职工的安置落实的咋样了？全办妥了。按照您的吩咐，大楼最好的地段，1楼正对大门的200个零售档口，全部留给了咱们的下岗和离职职工。各位老邻居、老工友，我哥说了，红星服装城后天正式开业，凡是登了记的下岗家庭，今天过来领钥匙，领第一批广州过来的新潮服装，不要你们1分钱押金，货款等你们卖了钱再补给公司。海峰啊，国主和你在大市场发了财，没忘了我们这帮老骨头啊，这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对，国主是好样的，人家老秦家4个姑当年连一顿白面饺子都吃不上，现在成了省城的大老板，还惦记着咱红星厂几百号工友的救命恩人呢。对，国主是好样的。人家老秦家4个孤儿，当年连一顿白面饺子都吃不上，现在成了省城的大老板，还惦记着带咱们下岗工人奔活路。国主不仅是他家的顶梁柱，他也是咱红星厂几百号工友的救命恩人呐！国主，好小子，你没食言，1000个下岗工人的饭碗，你给端得稳稳碗碗。今天这彩，老子这辈子捡得最痛快。老局长。红星服装城今天正式开业了！好！哥，今天服装城开业，咱们大物流1天的流水就破了10万，但老二今天不跟你聊钱，老二就想谢谢我亲哥。大哥，小燕敬您。二哥，你都多大的人了还煽情？哥。这是我今年在省城大学拿到的奖学金证书，我没给咱老秦家丢脸。哥，等我长大了，我也开大卡车帮哥哥们运货。好，都是好孩子，咱爸妈在天上愁着呢。老秦家的日子往后啊，全都是艳阳天了。